4天工作日就是让我们休息更长。They all enjoy it very much. They get to rest. Ideally, everybody want to have like a 4-day work week. The issue here is whether can we maintain the efficiency. There's really huge problem,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executing it and in FME. Of course he fast ma, I newbie what. That's the thing. After a 4-day work week, my guys will come back like a newbie. 能少工作1天真的很让人心动，但是4天工作制在新加坡真的可行吗？我很难想象哎。网友呢已经帮你想象了，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假如周3也放假的话，昨天休息得很好，今天努力工作。明天又要放假了，今天努力工作。忙了2天了，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昨天休息得很好，今天继续努力工作。明天又要放假了，今天好好工作。这也太理想化了吧！你就异想天开，对不对？那你知道吗？以前新加坡呢是1个星期工作5天半的。有吗？对呀，以前星期六呢是需要工作半天的。那在2004年的时候呢，李显龙总理呢就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就宣布公务员呢1个星期只需要工作5天。Because they want that time. 2 days of a weekend is different from 1.5 days of a weekend. 所以你说20年前可以从5天半变成5天，那2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不可以从5天变4天呢？我觉得这个讨论是很必要的，因为新加坡人的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你看这个调查这个调查当中写到73%的人呢认为工作时间太长，另外有62%的人呢觉得他们感觉到 burn out。所以我说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少工作1天，直接来个4天工作日。但是我觉得4天工作制在新加坡还是很难落实的我也很讨厌长时间工作。如果你硬要把5天的工作量塞到4天去完成的话，实际上只会加剧打工人的疲劳。再说了，老板会同意吗？问问他咯。你看看，不要那么不切实际好不好？想要只工作4天的话，其实必须是要拿100%的月薪，完成100%的工作量，但是工作时长减少到80%。这是4天工作制提倡者 Andrew Barnes 所提倡的180-100法则。那其实我也有上招聘网站去查过那些所谓的声称自己是4天工作制的，实际上都是 part time 而不是全职，没有几家公司可以做到真正的4天工作制到底4天工作制在新加坡真的可行吗？我们在网上呢问了一些网友，你看有75%的人支持我是觉得可行的，那有25%，包括你觉得是不可行的。这样吧，那就让我们去找一下已经在落实这个4天工作制的公司，让他们来谈一下这个4天工作制真的可行吗？以及在落实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要拜访的这家 The Social Outcast 餐馆，他们在2020年采取4天工作制，这让我很好奇，因为大多数的餐饮业者顶多1周休息1天，很少会周休2天，还要采取4天工作制，肯定不容易。今天我来充当他们的兼职生，走进他们的厨房，我想知道1周工作4天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哪些挑战。Okay, chef, I'm your new staff for today. Tell me what to do. So today we're gonna cut the mise en place, onions, chili and also lemongrass. Be careful with your hands. 为什么刚才他切的时候有声音我切的时候没有什么声音这样I need you to do this in 5 minutes, all of that. 我觉得其实没有很难就是熟练一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对不对 ？Chef OK 吗 No, some is thin, some is thick. It's not consistent like. I'm quite fast, but. No, you are very slow. I like Chef Wan to show you one more time. Of course he fast ma, I newbie what. That's the thing. After a 4-day work week, my guys will come back like a newbie. Once we delay cooking, means the customer's gonna wait, everybody's gonna get angry, I can't open for business, and I will lose money in productivity. So if you do 4-day work week and you come down tired and your handover is not properly done,
like you are not cutting it properly, you are not preparing to the proper par level, there will be finger pointing and there will be a lot of arguments between the shift and the staffs. The mopping is not a problem. 亲身下厨体验之后，我才发现餐馆员工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但是落实4天工作之后，员工轮班休息的时间变多，工作节奏也被打乱，这导致整个厨房的工作交接和效率成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实行这个4天工作制？A lot of time people has this perspective that F&B is like long hours, no work-life balance. And being the social outcast, we really want to change this perspective and we want to give back to our staff. And of course, like, they were super excited because having a 4-day work week and having inclusive of 1 weekend, it is rarely heard of in F&B. 你工作4天休息3天，那回来之后效率不是应该更高吗？而且你工作4天5天的薪水了，大家不是应该更积极吗？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可是呢，我们就是 trial 了10个月，真的是不行，就是效率真的是 like decrease 很多。我们是幸运说，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虽然是有 manpower issue， 可是我们差不多有7个员工，可是 it's already running very very lean， 所以呢，我们 manage to rotate。我们的员工也是觉得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觉得更累。那现在呢，没有多少位员工？我还有多3位，所以只有4个。一间餐馆就4个人。对。哦，哇哦。那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它是蛮难实行这个4天工作日的，主要是因为这个餐饮行业它面对的客户呢是从早到晚啊，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所以如果真的要求员工呢只工作4天的话，对于餐饮行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成本，然后对客户的服务的一致性，它都会受到这个影响。餐饮呀、服务啊，还有这些需要比较多劳动力的固定的工作时长这样的行业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你如果实行4天工作日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撑的。这样的话会增加他们的一些成本，这一部分成本的增加，最终会由消费者来承担一部分。所以亲身体验之后，你觉得4天工作制还可行吗？就像专家所说的，餐饮业者呢，不只需要人手充足，而且呢，你还需要时刻的提高跟保持那个高效率。那员工也不会因为4天工作制，休息多了之后呢，那效率反而降低，然后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每一个人工作4天。我觉得并不是不可行的，只是在考虑到人力成本方面呢，我确实感受到了餐饮业者他们的压力。所以说4天工作制是有它的局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能保持原有的工作效率和工作量，那同时又有更好的 work-life balance 的话，其实我们更应该问的问题是4天工作制是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工作方式？我来到 MedHead Asia， 他们是本地少有的正在往4天工作制转型的一家公关公司。今天他们要为客户的新品推广活动做好一系列的布置和准备。I can just collect it on her behalf and then I'll pass it to her. 面对不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还有客户严格的要求，4天工作制真的适合他们吗？在我手上呢是一份8月刚刚出炉的调查报告，新加坡人就选择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喜欢的工作方式。你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下你觉得大多数人会比较喜欢的，包括 hybrid working， 还有灵活办公时长、4天工作制和线上办公。我全部都喜欢耶。我也是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新加坡人喜欢什么。我是最喜欢 hybrid working。4天工作日。好，那我现在就来揭晓答案哦。其实新加坡人最喜欢的呢就是 hybrid working， 所以 Krisha 答对了。是，我不是说不太会喜欢，我觉得是他们 it's not in their possibility that 公司会给他们4天，就觉得它完全不可能发生，所以就完全不选，是吗？我本来想要选那个灵活工作时长，可是我想说，如果是选择灵活的话，你还是会有一个压力在。虽然你没有在工作，可是你还是想如果客户突然间 message 我们还是要去应付。但是选择这个4天的话，就是那一整天就是可以去做你要的事情。比起在家办公的话，是5天的话，虽然是你在家办公，你的床也在那边，你也可能会偷懒啊，会休息更久。所以
也不一定会工作效率会高。I think the biggest pressure is the growing number of clients. The team really needs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achieved properly. We've also had a client in Thailand who told her boss, he said, my PR agency does 4-day work weeks. Maybe the PR team in Thailand should also try and practice 4-day work weeks. They seem to be able to do it. So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that, our experience and our experiment is actually initiating all of these conversations in different workplaces, not just in PR agency life, but on the client side as well, which comes in fashion as well as FMCG companies. It started in 2022 and we spoke about wanting to move into a 4-day work week. So what we've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s that the first 3 Fridays of the week are no meeting Fridays. 没有开会的. We don't allow any meetings to happen. Okay, I like that. If we need to do any deep work, like presentations, decks, whatever, 我们就会在星期五做. Then on the last Friday of the month 就是我们的 day off. So you mean your client actually agreed to the arrangement? From the client's point of view, some of them are a bit jealous that we get the day off, but they also understand that we come back better rested and more productive, and the quality of work hasn't decreased as well, so they're very happy with that. What if they have something urgent on Friday? Yeah, that's the thing lah. 4-day work week is a privilege. It's not a must-have. So if there is something to do on a Friday, we will all come in and get it done. We've also found that it has actually been more collaborative in the sense that all the team members will come together and be like, okay, I need help with this, can you come and help me? So in that sense, everybody gets their Friday off or has some time off. So there's a common goal that everyone wants to work towards too. Yes. 我觉得在疫情之后呢，其实人们已经看到了灵活办公的好处，但是有一点呢，也是我们在采访业者的时候有提到的，就是虽然能够灵活办公，但是我们能不能保持效率呢？我觉得在新加坡的打工人，其实大家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了，所以如果再一味的去强调效率的话，其实只会增加大家 burnout 的速度以及辞职的概率。所以当我们在讨论4天工作制的时候，我觉得雇主也要去好好的想一下，要怎么样同时保持员工的效率和他们的积极性。老板听到没有？那4天工作日从心理的角度来讲的话，对员工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撑，他反而会觉得我只需要工作4个工作日，我如果能拿到相同的工资的话，我会觉得我赚到了。他认为他的实际的收入其实高出他的付出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对工作的满意度会更高，整个员工呢这个流动率就会下降很多。减少人员的流动其实是变相的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因为你的人员如果在不停的流动过程当中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的公司要不断的去培养新人，这些新人是没有办法去熟练的处理这些工作的，也就变相的降低了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效率。所以说我们说提高员工的待遇，从侧面上提高他们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其实整体上长远来看，对于公司的这个整体的生产效率是有正向的作用的。一周工作4天确实是有它的好处的，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行业落实还是会有他们各自的问题。那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有 work-life balance， 而且呢要更加的开心。所以4天工作制本身不是目标，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我还是不放弃4天工作制这个目标，因为现在还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所以呢，其实执行起来相对的会比较棘手。但是你不要忘记哦，科技是一直在进步。可能有一些行业呢，很快去找到一些新的方案，比如说人工智能可能可以替代人力，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达到4天工作日的目标。但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可以做得到哦。的确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可以做到，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期待有一天，总理呢会对大家宣布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从今天开始呢，公务员1个星期只需要工作4天，然后私人企业就纷纷加入，哇，大家都能周休3天。醒了嘞！走进争议核心，听见不同声音。你对4天工作制有什么看法？在留言中告诉我们。我们下期见。明天星期五4天工作制吗？下班了啦，做不做？走。
我去写完我的稿。